上一讲谈到武帝治理黄河，成功堵塞了户字口长达23年的决堤，最后留下了一个问题：武帝完成了这样一场治河壮举，怎么看怎么像是泽披万民，流芳百世。为什么武帝在历朝历代的形象依然很糟糕呢？不得不说啊，武帝确实很招人骂。如果只是因为搞酷吏政治、搞国家垄断经营、割全国富人的韭菜，这些事情挨骂，倒也情有可原。但是打匈奴也挨骂，治黄河也挨骂，而骂他的人既不是坏人，也不是傻子。就拿王夫之来说吧，论才学和顾炎武和黄宗羲是齐名的，并称清初三大家。论气节，甘心做明朝遗民，死活啊不跟清政府合作，直到康熙31年过世都没有剃过发。这就是《清史稿》特别提到的玩发以没身，当时可谓绝无仅有。人家呀也没有读书读傻了，反而著书立说，反对空谈天理、排斥人欲的道学论调。我们就以王夫之的看法为例好了，他详细分析中国的地形地貌，认为黄河决堤向南改道，这是必然趋势。就算是大禹复生，也没办法把黄河重新引回北流。武帝之所以能收一时之效，只是因为当时距离户字决口的时间不算太久，北岸的河道依然可以疏通，但即便是勉强恢复了，也维持不到100年。所以武帝时代受灾的梁、楚、淮4之地，就是黄河的必区之地，人力到底不能逆转。到了宋朝，王安石还想着把黄河重新引回北流，真是蠢得不可救药啊！正确的办法应该是顺着水势来，该搬迁的搬迁，该免税的免税，该放弃的放弃。到底谁对，那就是见仁见智吧。无论如何，武帝完成了户字口的治水大业，风风光光回到长安。这时候放眼四望，百越拿下了，西南夷拿下了，西域打通了，匈奴龟缩到遥远的漠北了，封禅大典顺利结束了，就连造孽了23年的黄河决口都堵上了，朝廷还不差钱，真是千好万好，天下无事，是时候继续求仙拜鬼了。南越和闽越的平定让武帝多了一项迷信活动，请越人的巫师祭祀占卜。越人的占卜方式和甲骨占卜很像，只不过用的不是龟甲和牛骨，而是鸡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这套玩意儿管用，南越和闽越也不会亡国了，难道武帝就没想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吗？他确实没想明白，不过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当时的占卜领域空前繁荣，流派特别多，再添一家麦来户也算不得多大的事儿。武帝如果真的能迷上越人巫术，或许是件好事，因为成本太低了，不过是多费几只鸡。但我们别忘了，这一时期武帝身边的红人是公孙卿。公孙卿头脑灵活，随便想几个点子就是举国骚然的大动作，让武帝忙着大兴土木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北边境忽然出了事情，朝鲜突袭辽东郡，杀了新晋上任的辽东东部都尉涉和。朝鲜的这次武装行动既没有攻城略地，也没有烧杀抢掠，目标很单纯，就是要杀涉和。前面讲过，这时期的朝鲜半岛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，其中最强悍的朝鲜政权是魏满创建的魏氏朝鲜，统治者是魏氏朝鲜的第3代魏满的孙儿魏幼渠。魏幼渠不但从不朝见汉天子，而且不断引诱汉帝国的逃亡者。东夷各个小政权想要觐见汉天子的话，魏幼渠一概不准。武帝元寿元年曾经发生过贿赂首领南驴背叛魏幼渠，带领28万部众向汉帝国归顺的事情。汉帝国连人带土地通通接受下来，在当地设置沧海郡。当时汉帝国同时在3个方向开疆拓土，西南方向唐蒙和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，添了一个前围郡，东北方向就是这个沧海郡。
正北方向卫青将匈奴势力逐出河套地区，然后由主府偃提议苏建统筹操奏，在当地设置朔方郡，营建朔方城。每一个方向都是长年累月的浩大工程，人力物力都被用到了极限，天下扰攘，民怨沸腾。更要命的是，哪一边的工程都还望不到头。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即便工程终于结束了，也看不出这新添的3个郡能给汉帝国带来任何收益。所以公孙弘多次建议说，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是赶紧叫停，及时止损的好。终于就在元朔3年，沧海郡工程叫停。存在了短短3年的沧海郡就这样没了。但是那28万人都怎么安置了呢？史料并没有给出明确记载，学者们各有各的推测。然后时光荏苒，朝鲜半岛上又有一个陈国希望和汉帝国取得联络，又被魏有渠作梗，不敢放陈国使者过境。陈国到底是哪个国家？有同样遭遇的，是不是只有陈国？史记和汉书有不同的记载，司马光在这里并没有做细致的考证，但这确实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魏氏朝鲜封得住路，但封不住消息。汉帝国既然听说了这样的事，免不得要派使者去找魏有渠说道。涉河抵达魏氏朝鲜，申诉魏有渠没有遵守当初的约定，但魏有渠就是无动于衷。按说涉河作为汉使，该说的话说完了，该表的态呢也表完了，接下来就该回朝复命，但涉河并没有。朝鲜这边买卖不成，仁义在，基本礼数还是要有，派专人陪护涉河回国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当时2国以沛水为界，朝鲜首领才把涉河送到江边，涉河就暴起发难，派手下刺杀了朝鲜首领，然后火速渡江，快马加鞭跑回了汉帝国的边境要塞，然后向武帝汇报说自己斩杀了一名朝鲜将军。在普通人的理解里，涉河这样做纯属寻衅滋事，但武帝呢，不是普通人，而且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，魏氏朝鲜不过是一介藩邦，对汉帝国俯首帖耳才是他应尽的本分。涉河的随机应变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又大扬汉国的国威，所以武帝非但没有怪罪涉河，反而呢给了他新的任命，让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。也就是说，涉河以高级军官的身份就留在辽东了。将来汉帝国和魏氏朝鲜如果爆发战争，涉河就在一线，责无旁贷。估计武帝的小心思是，既然是你捅的娄子你就自己去负责收场吧。涉河肯定没有想到，捅娄子容易，收场难。做了这个都尉没多久，根本就没有和朝鲜开兵见仗的机会。朝鲜搞了一场突然袭击，持切要了自己的命。站在朝鲜的角度，既然被涉河摆了这样一道，这场子就必须找回来，不然的话，魏有渠的统治力就会土崩瓦解了。而要找回场子，关键之关键就是搞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攻击，只杀涉河，千万不要把事情扩大，真的搞成2国开战就不好了。但问题是，事情已经不可能不扩大了。涉河擅自杀人就意味着魏有渠必须报复，否则就坐不稳王位。而魏有渠一旦做出了报复行为，就算只是杀了涉河，除此之外秋毫无犯，但袭杀汉帝国边境军官，这就等于向汉帝国宣战。更何况这2年武帝特别顺风顺水，北方、西方、南方通通平定，财政状况还好，一身力气没处使。就算没有涉河这一出，武帝大概率都会对朝鲜半岛用兵，更何况如今天赐良机，师出有名呢。这正是武帝自信心爆棚的时期，偏巧又来了祥瑞，甘泉宫里生出了9金灵芝。哇，武帝很开心，大赦天下。所谓9金灵芝，数字9很可能只是虚指，相当于多，意思就是一株灵芝底下有好几颗金。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，就算这是真的，到底也不过是一颗蘑菇发生了基因突变，长畸形了而已。但是
有一群江湖术士在武帝身边摇唇鼓舌，自然多荒唐的深意都能解读得出来。不过这一次的大赦天下，倒未必全是因为祥瑞，而是赵厉为了征发罪犯远征朝鲜。从《史记·朝鲜列传》来看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。这就是武帝时代的社会风貌，因为有张骞凿空的榜样，无数人夸夸其谈，要在域外谋求富贵。涉和自作主张斩杀朝鲜派来的陪同首领，也无非是博取功名而已，哪会在乎一将功成万骨枯呢？落子无悔，真的就是一波才动，万波随了。涉和死则死矣，纯属咎由自取。但战争真的来了，怎样论胜负，怎样算得失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